今天8月28是上帝的指引下来到这个荷兰这个应许之地13周年，荷兰政府、荷兰人民比自己的父母对待我们还要好。这就是一个流蜜的地方，我们的应许之地。希望中国有一天也成为这样一个地方，是吧？人人向往的地方。我为党国分忧啊！他们都说要号召要上街啊，我都告他们要相信党政府。其实是说反话嘛，用他的话来说他的话，堵他的嘴巴嘛。你没有给维稳经费给我就好了。压死骆驼的那个最后一根稻草就迫使我要出来，就是我女儿要打疫苗这个事。但是通过我的常识跟我的判断，政府绝对会强制。这个国家就像一个机器一样，我可能不能让这个机器停止，但是我每天坚持就一定杀死，有一天它的机器会磨损就会停止。还有就是你这边啊，那个胶啊，尽量拿一点掉，我那边啊翘起来，新的专利就好看了，看到没？翘起来拿下来洗啊？对。哎，那个螺丝钻头，把那个螺丝起螺丝的那个，师傅，这个螺丝全部爆了，那个全部卸掉。对，胶上。然后转过来第3旋，第2档是第这个工作今天收尾了是吧？收尾，对，收尾就是检查就搞定了。林先生，你说这个装修做了多久？这个干了10几天了。之前从来没干过。从来没干过。就是这10几天学出来的。对，师傅教的好。宝贝。这工作应该还是挺累的吧？对，哎呀，我们吃惯苦的人，这个不算啥啊。这个比国内996强多了，是吧？1个小时休息15分钟。哦。荷兰的劳动法。这边的劳动法是必须就是这种体力劳动，就是1个小时。所有的。对，当然有些特殊行业，比如说是那种餐馆的，他就没办法做到这个。荷兰是不是也是最低时薪吗？还是怎么算？对。可以有10几欧吧？最低时薪好像是现在是10欧，13还是11我忘了。一般都不加班了？不加班，我这边就一天干个7小时、8小时这样。他不可以加班的。荷兰一周最多45个小时，当然你超过的话，你要交很多的税。所以人家不愿意，没人去的，就是说8个小时，很多人就是一个星期就上3天哦。这荷兰这边的。3天他就把这40几个小时上完了是吧？没有。那这可能就20几个小时了。对，做20个小时。装修的话，他这个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合同啊，相对有时候干多一点就休息这样。我女儿今天没上课，来学那个吉他。学校是今天正好放假还是？对，荷兰非常好，他没有什么作业的，经常放假。你说什么？我说这个你看又补了，它又这个平了，这边又不平。看好这块，对了，好，基本就可以了。干装修那个会比最低时薪要高一些啊？对，而且很多劳动力紧缺，这里非常紧缺，愿意有来干的人少。对，他东欧国家也干这个活，东欧国家。东欧它也是欧盟的国家那些人吗？波兰的，那个克罗地亚。弹头有的时候不对号，要越离黄离可以，要不要太越离啊？你看。
过这种对游客的印象。一般平时是几点下班？7点、6点、7点。7点哦，上班上的也晚一点是吧？啊，上班11点。哦，上午基本上，因为那个师傅都要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哦，他要很远的地方过来，坐车过来。我们也要坐车，坐很远，也要坐1个小时吧。你也要坐1个小时？对。哇，今天结束了，暂告段落。哎。直接电梯1摁就可以了。呀！ You sure? You need a little bit try. Half. You say stop, okay? Okay. Oh, I think enough. I Đúng don't know. Wow. Oh, Mia. you will be Yeah, drunk. you Drunk. No about the problem. 好，今天8月28是我来到上帝的指引下来到这个荷兰这个应许之地哦是3周年，对，3周年。嗯，那么也感谢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我跟我女儿一起到这里。我们也是历尽艰辛呐，到这里来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特别是你看师傅啊，还有周老师啊，那个还有托比都是很好的一个伙伴，有的来自美国的朋友，乌克兰的朋友，非常感动。来到这里，我经常讲的就是说，荷兰政府、荷兰人民比自己的父母对待我们还要好。真的，对，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都没有任何意见。对，可想而知，是吧？这就是一个流蜜的地方，我们的应许之地。希望中国有一天也成为这样一个地方，是吧？人人向往的地方，好吧？谢谢大家啊！好，随意。My daughter is translating. Today's the 3-year official we stay in Holland, so we celebrate with all people together. Yeah. 哎呀，他知道放多。下面。对。往上半比。没。小星星是怎么来的？没小星星啊！我回家录视频给你们看。在2人榜当中是非常能干的，最能干的，查东西又秒查。我对2人榜就看法很不一样，因为我自己这么习近平上台以后，我们家里遭受的这一种，他很有感，来自基层的这种添砖加瓦式的作恶，是你很有感触的。就是比如他区一级的这个国保队长，或者说你这个派出所的一些想升官的人，主要是国保国保区一级的队长，他就是拿你做文章，他就是把你当摇钱树，自己添砖加瓦做很多的恶。你把他的信息爆出来之后，他就是会有所收敛。这一点是为什么我对2人榜的认知和他们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的位置。很多人觉得就是2人榜，就是好像一个我们做一个 revenger， 一个复仇者一样，好像就是把曝光。对，很多人是因为实际上我们是曝光他之后，我们是抑制他作恶动机，我们要抑制作恶动机，他自己有所忌惮，他自己也担心，哪一天真的变天了，我也会被清算的。对，因为我们这是记录者，就把这个事情记在那里，对吧？你记录者呢，他原来就是说他作恶的时候肆无忌惮。他是躲在那个整个国家机器后面的，他是相当于一个国家机器里面一个螺丝。哎，那现在不一样了，是吧？我拿阳光去照一照，你这个螺丝我就松一松，它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所以我经常讲的，就是在任何一个时代就有
特别是集权专制统治，它就有作恶者，就有受害者，有记录者，最后还有一个清算者，这4个角色。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时代做这个事，叫记录者，对吧？那记录者呢，恰恰就是记录者呢，就让他感受到这来自这种民间的一种力量哦，还可以这样哦，对吧？那么他自然就会收敛了，对吧？那么至于将来清算者或者怎么去清算是另外一个概念，还有就是说，可能是通过民主国家对他们进行一些制裁，是这样的。那当然，我们想后期如果说在将来有那么全民上街的时候，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快速锁定具体的作恶者，就像现在孟加拉国那发生的一样，是吧？哎，他有作恶的，那我们就有资料，那人家去找到家人。对他们进行劝善，所以他为什么孟加拉这么短时间很快的就民主了，就是取决于这大量的民间的力量在里面。那么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将来就要打造这种全民共享的那个情报系统，对吧？全民共享的信息系统也行。如果说情报系统呢，可能会比较那个大一点。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完全可以联动了。只要你敢去下令开枪，那我这边就马上就可以锁定你家里人。锁定家里人，当地的志愿者就上门去做劝善了。就像现在已经上榜了之后，我们就有志愿者去打电话给他们去劝善。劝善了之后，告诉他，甚至他们这些作恶者，他隐瞒了真相，连他妻子、老婆、子女都不知道他做那些恶事，以为是什么正义的哦，我做一个警察，每天去上班，你看我半夜才回来。实际上他不知道是迫害哪些人，在背后干了哪些事。所以说这个，那我们把它曝光了，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就是我们用非对称的手段达到一种对等的平衡，他们自然就会收敛，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很多人，包括他刚讲的，他是2代人的一种感悟了。他父亲，还有他小时候的时候，他跟他父亲经历过那些不为人所知的那些，他们那背后什么政治逻辑比如高特刚才讲了，就是添砖加瓦的去作恶。我们要求其实不高啊，你枪口抬高1公分，你不要添砖加瓦。如果你纯粹是一种植物行为，我们或许还会能够得到受害者一个理解。但是你添砖加瓦就不一样了，你这等于是主动作恶，这种性质完全不一样。那么我就记录所以为什么现在人家说我们已经第4个就下榜了，就是有第4个案例的。就是因为他上榜了之后，知道这个威势力、震慑力，他停止作恶了，跟当地的意见人士达成一个妥协，那我们就把它上榜。所以上榜不是目的，上榜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要打造的是全民共享的信息系统。20罐，那不是要我瞎了？说一起喝嘛，一起喝20罐没问题。一定的。After Ukraine win the war, we'll have a celebration dinner. Invite Olga and your Ukraine friend. Celebrate Ukraine win the war. Thank you. Olga? Olga. Olga. You cannot say Olga. Alona. Not Alona. Yes. 我说Alona， 他老是说我不对，我搞不明白。哎呀，乌克兰赢了，你也不要回去。你在这边弄弄牛来。Is there like if Ukraine win, just stay in Holland, no come back? No come back. Stay here or come back to Ukraine? 没，就是这个here有country。Geen probleem. Geen Nederland. Goedemorgen. Enough. 理解你吧，支持你吧。然后呢？太不容易了。他还不一定理解，要过几年啊。过几年已经很大了，还要过几年？就2年的时间了。就是他那个弟弟妹妹赶紧要能过来就好了。哎呀，这个弟弟妹妹没办法。
这是政府的药店，这个 Apotek， 这里就是一个小镇了，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镇。我们图书馆星期二跟星期四有志工来教我们荷兰语，我也来这里，只要没事我都会来。这里就是难民协会。这栋楼，那个栋楼，这边的，所有的我们到了这里，荷兰的市政厅啊，包括你申请，所有都是这个机构帮我们做的。安排律师啊，都是免费的啊，跟美国不一样。哦，律师也是都免费的，都是政府的，都免费的。移民协会它起到沟通政府官员跟你个人的桥梁。包括我融入啊，我到了这个荷兰市政厅呢，就是由市政厅的这个移民协会的人在那个右拐前面，那个他来接手了之后，包括你申请家庭团聚啊，那个社会福利呀，还有你的怎么去选，那个全部都是他们在办的。这个关怀是比较细致了已经。中国我们经常说啊，我们就中国出来就说中国政府什么都管，但是就不管你的生死，是吧？他不管你的生死，这里就你生死病痛全不管，该管的管了，不该管的他不管，左转。所以人家是服务型的政府，是真是服务型的。这个就是所有的培训。我原来在这里上学，在这里上过课。那这里你就来这里培训就行了。那里包装应该是包装，物流包装就包装。这里这是休息厅，有个休息的地方，喝咖啡。专业技工的学校。干活干1个小时就休息。哦，这边都是这样的。我以前在那个一个难民营上搞清洁，专门清洁里面的一个会议室。我们就按照中国人那种，哪有什么休息啊？没有，我就在拼命干了。人家那个叫 call 就工作人员就，他说你休息，我还不理解。我说这不干1个小时又休息？他就把那个咖啡端到你面前喝。我所以这样协会啊，咖啡，我那个咖啡很苦，我都不会去喝咖啡。他每天给你端了几天了，你不好意思吧？总得喝一喝。它是一种传统，所以他端了几次，就是习惯嘛，习惯。你不来喝咖啡，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觉得要关怀一下你啊，就每次端咖啡给我。后来我就明白了，后来就到那个时间就休息，也觉得1个小时你又休息15分钟，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新移民融入的一个过程啊。就是我们天天说，就说嘴巴上说喊民主自由，但是这个你没有融入到这个国家，融入到这个社会，你根本不理解这里面的什么叫民主，什么自由。融入了啊，才真正人家这个国家为什么那么伟大。这么小一个国家，对吧？他尊重人，尊重每一个个人的尊严，对吧？他平等，而且每一个市政厅呢，它都有一个反歧视委员会。歧视是一种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指控。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我当时在A门的一个难民营的时候，我不是到朋友这边上班嘛。因为我有了一份这个工作合同，我就从那边市政厅调到这边来了。到了这个城市之后，我女儿不是在那边难民营吗？在北边吗？我是在海洋。那么这样的话，她就不行了，违反法律了，违反了荷兰的未成年保护法。他没有18岁之前，父母是不可以离开超过24小时，这是违法的。他说你就不要到那边上班了，我这边帮你找一份，就还说找一份政府工给我放进那边，你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照顾孩子了。因为当时我想一心到海牙这个城市来，
加上我女儿喜欢，我就不要她介绍那个工作，我坚持要捍卫我工作的权利。所以呢，她也就提供了各种方案，因为还要回去报道嘛，在那民营嘛，她就报告了一个叫安全之家，也是一个民间机构，就 NGO 啊，就是专门保护孩子的，让她介入来找我谈话，谈我肯定据理力争啊，对吧？主要因为我的目的想得到海洋嘛，她就跟我协调那个安全之家，她发给我那个册子里面，其中有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的，她说如果孩子小时候成为受害者，他将来就有可能成为迫害者。这句话让我很震撼的，就是他保护孩子这么长远，那安全之家介入无微不至的对我们的关心谈话，他说他来协调，他跟跨之间建立关系，跟他沟通。按照荷兰法律，如果你严重的话，他要剥夺你的监护权，这个孩子直接政府管。所以我就是当时就在游走这边，他就要和你保证我1个星期要回去，而且在那个地方你要找一个人看一下你的孩子，没有正式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而且我去投诉维权，还找记者，还找那个国会议员写信给他施加压力，就是施加那扣押的压力啊什么。当然这是我们的一种维权，在这个还没有解决之前呢，就是我每周要回去，成本高嘛，回一趟几十欧啊，就很辛苦嘛。但是我也有回去。后面呢，他就是帮我解决。等我这边有工资账单到账了，就是有交税的那个证明了，他1个星期就把我所有手续办完了。其实我就是利用荷兰那个宪法当中那一条，每个人都有工作的权利。以这个条，当然这一条又跟你保护孩子有产生冲突，他就给你解决问题，从那边的搬到这边的时间非常了不起。这种所谓的维权过程当中，太感人也感动了。我也完整的就是走了一遍这样直接。当时那个首相办公室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其实我没投诉他那里哦，可能他们报上面去。他给我回封信，他说林生亮先生，他说你有工作的权利，郑重的回复了你这个，他回复我，所以我当然应该跟人家说，这种维权跟国内那种维权，哇，那真的国内你官员态度好一点，让老百姓已经感动得不得了了。这边他人家你看上下他要那个给你回复发邮件，还有帮你解决问题，人权问责资料库，这个上面写的机构，当然我们就是那个，你看我这上面就分类了嘛，要包括那个背景，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的宗旨、方法论、未来的计划一些成功的案例这些，就是你走的你更国际化一点了。你如果说二人版，你二人版到底这个跟什么，人家不太理解啊。哎，你说中国人权话题没有任何禁忌，你跟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组织、任何 NGO 都可以能够联系上。你看整个国际上，它不就2大类嘛，一个就是政治反对嘛，还有一个就是人权倡导，也叫国际倡导嘛。但是你说政治反对的话，很多时候你很难登上那个各种会议，你可能会受制于很多一些限制。这种限制不是说人为去限制，因为你这个话题不适合谈论啊，因为是在政府层面的，对吧？但是你说国际倡导人权的那个，就政府也可以，民间机构也可以，任何一个机构你都可以跟他们去谈。后来我改了这个名字嘛，这样的就走叫国际化、专业化的那个过程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中国人权问责资料库，这不是我一个人，当然我可能付出多一点啊，仅此而已。其实更多的是这些这么多志愿者在参与，有些是在背后默默做事，因为出于保护啊，或者出于就是怎么样安全的角度啊，他们不愿意去公开。那么作为我呢，我愿意做这个事啊。加上我坐牢也就是因为这个2人榜嘛，第2次坐牢就是因为这2人榜嘛。第1次是因为那个郭文贵的嘛，那个关注郭文贵上推特嘛，第2次就是出来刚好1个月又抓进去了。就是成立2人榜，他把我弄进去了。我是第2次坐牢，人家法官是在法庭上叫书记员把那个所有的视频关掉，一直劝我认罪。他说我少判你1年。后来他也做到了，这个法官也做到了，真的少判1年。我练习是3年到4年半，他中间还把我改这个名字要改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
那个就比较大了。他下面保安区的有些人不想做这，不想干这个事，他就把这移到市检察院去嘛。所以那个检察官都不出现，那个临时换了一个，他来一次我就要问他，我说只要我出去，我说我就要公布你和你家人的所有的信息，吓得他不来了。我天啊，一次一次改期。他为了让那个还叫国保来，开庭的时候有国保来，让我父母做我的工作，推迟了几次，因为他不想干这个事。我问他有没有认罪协议，就像美国不是有认罪协议吗？他说这个认罪协议就没有的，但是他也做到最终侵犯。所以我非常清楚这个我们做的这个2人把这中国人权分子资料库对你的公布和记录，对于正在实施作恶的人或者潜在想实施作恶的人，他们是非常有震慑作用的。当然就下一步我们要走的国际的人权分子这一块，是要去根据就各个国家成那个出台的那马格尼茨基法案啊，对这些人进行制裁，这个是还有待再进一步加强的。但是我把这个资料每天上一个，把资料做好了，他要用的时候随时可以用。当然他不管他有没有在国际上进行问责，那么我这个事是要去做的，对，把这个每个人权案例的那个分析整件报告，让志愿者去打电话给他们签上了。这个别说啊，这就是一种心理战，就像孟加拉国一样，对吧？那么多人你也打，你开枪的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也是让他有选择，对，最怕他没有任何选择。人如果没有任何选择的时候啊，他就会很容易就做出极端的决定。那有给他选择，你要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那边，站在正义这边还是站在邪恶这一边，最起码我要告诉你，你可以选择的。你如果用暴力的话，很容易陷入暴力的循环。当然在这个和平非暴力不合作当中，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但是你如果没有站在这个道义和正义的这个角度讲，很容易你就失手了，你暴力会陷入暴力的。而且你如果在暴力当中掌握权力，你会在暴力当中找到快感。当任何反对不同的声音的时候，你首先想到就是用暴力。我们从人性的角度要讲，还有从国际这么多年，你看成功的都是这样，已经形成一个国际共识的，没有人会支持你是武装暴动啊、革命啊，那个是跟全国际社会所不允许的。当然就是说你过程当中有局部的那种是正常的。中国人权分子资料库就是一个非暴力的。一开始我当时他可能很多人心里啊，他是接受不了这个东西。他说你这不跟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喂，搞反了吧？我有掌握公权力吗？我能拿到他的家属任何办法吗？我能对作恶者能做是啥？打个电话可能很多人都要战战兢兢，你都要害怕，对吧？带个红袖章你都怕成那个样子的，我能做啥？对不对？我们没有限制他的子女不能出国，也不让他上学，没有权利可以把他财产冻结了，对不对？又不能审判他们，你连举报的机会都没有，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那我们能哪来的什么暴力啊？他们有时候绝大部分的人都支持啊，当然后面就原来有一点疑惑的人家慢慢也全部基本上都支持，没有任何机构资助，我们都是自发做这个事。第二，我们没有任何暴力的行为，我也没说让你们去暗杀他家人，对不对？再加上我们操作当中呢，除非那个恶性特别恶劣的，才会曝光他们家里人。人家说株连，我拿什么去株连别人？我自己都不知道。比如说，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或者一个政治人物，在正常的国家当中，他是要让渡一部分私人的空间出来的，对，包括他们子女啊。这也是民众监督的一个部分啊。你如果觉得人家侵犯你的，你也通过起诉啊，你这别人又没有剥夺你这个权利，那何来株连呢？对不对？或者说我们做这个事引起公众的讨论，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不管是最终的对啊或者错啊，但是你可以这个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其实就得到一种思想的升华、认知的升华。我第二次出来坐牢出来之后，我没闲过的。你看我每一次都是一字的。我第一次坐牢1年里刚好一个月又进去了。2018年的7月份出来，我8月份又被抓了，判了2年吧。2020年的那个8月份出来，到2021年的8月27号又走了，又是1年多一点点，就是这样。我第二次出来坐牢的时候出来，我就是一个律师朋友啊，他写的叫《公民行动监督手册》，那我就践行他的那种方法了。
就通过网络信访啊，网络举报，而且很多都是跨省的，加上我又不是自己的事，我做了大量的那个校园霸凌的那个维权几百起。我为什么说到这个网络信访呢？你走上访，被陷入中共的维稳，帮你设置好的那个维稳的那个圈套里面去了，而且因为在这里面形成一个利益链跟产业链在里面，除了我刚才讲你会掉入他设置的一个制度陷阱里面去了，另外呢，你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被打黑监狱是吧？那么你何不走换一种方式呢？像我这样，我足不出户，2-3分钟就可以。我们喝个茶，你上个厕所，我在这里就啪，我就完成一个投诉。利用他们的游戏规则，利用他们的制度为我所用，减少自己的风险。国务院颁发了一个信访条例，你就根据他的程序，你就把那一套玩熟了就可以了。你收到了15天，你就要给书面回复，还有60天你都要给答复，而且书面的哦。到了15天，你没给我没收到，我就是不是又可以投诉你？所以我的维权3把斧就是什么呢？首先投诉，第二个就是行政复议，第3把斧呢就是行政诉讼。我用这3个，基本上我不用到这个地步，第3个我就用这两样，基本上用第1样已经把人家弄得都不要的。我们用吃人战术。什么叫吃人战术呢？一个事件多次投诉，我直接在国家信访局那个 APP 上面进行投诉。如果你只走访，你在市里走市里信访，那县里他就有经费，就专门来把你取消掉你的信访的那个，你是不是又走进那个死胡同？你到省里呢，那个市里呢就能又会有一笔经费，去把你这个信访的数据买掉，把它删掉。他这个信访条例啊，它跟公务员考核的有挂钩的。我说为什么还千方百计要打压这些信访，要删除这事？因为它就是会影响到他的仕途。那现在我换一种方式，我直接在国家信访局那个 APP 上面去，他要删不掉。连国安要想去在里面的资料删我的资料都删不掉，因为你一投诉上面就直接留存了。我当时在国内搞那个蛋壳事件维权的时候，我号召所有人就投诉，把人家的服务器都弄崩溃了，最终不就完全解决了吗？当然那个事我在国内都不知道的，我从来没报道过的。那国安就说：“哎，你这个事你不要管，你的事情我帮你解决。”我说：“我家里的那个房子出租的已经解决了，不需要你们了。”他说：“你不要去管那个事。”我说：“你们就错了，我为党国分忧啊！他们都说要号召要上街啊，我都告他们要相信党政府。其实就说反话嘛，用他的话来说他的话，堵他的嘴巴嘛。你没有给维稳经费给我就好了。”他说你这样不行啊！他说人家压力大呀，你搞得这么多的信访条，每个层层的人，哪个单位都要找到我。他说很搞笑的，我跟你说那个国宝啊，跟那无可奈何。我一刻没消停，我甚至就坐飞机要出来之前，我还在投诉。没有限制你出境，反正还是。他是这样的，我不相信。他说我没限制，我说我们没拦你。他说，我跟你说，其实我要出来之前啊。我自己没有一点底的，心里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因为他没有一个名单，就是你要试了才知道。对，没有名单。他那个出入境边控，它有两种，有一种就明确上面看到有的，还有一种暗标，暗标是看不见的，重要人物是暗标看不到的。你只有试了，你能出就出，啊，不能出就不出，能不出。我也不知道我能出。我就试一试，所以说我要出来之前也是很多思想斗争的一个阶段，自己的父母年岁大了，但是最终压死骆驼的那个最后一根稻草就迫使我要出来，就是我女儿要打疫苗这个事。她在国内打过吗？没打过吧？没有，我这个大女儿没打啊，我大女儿到这里都没打，我投诉教育局，我全国投诉。我可能最早就在国内，我一天投诉好几次，投诉就是疫苗啊，还有那些强制打疫苗。其实当时很多开始还没有这么明目张胆强制打疫苗的时候，我是已经在开始维权了，到处维权。教育局的人、校长啊，他们都一听到我的名字，他们害怕，不敢强制我的孩子打。但是通过我的常识跟我的判断，政府绝对会强制。他绝对会强制的。他做了一个什么动作？那教育局发通知，让所有的学校让孩子结束暑假回到学校，回到学校他就要做动员打疫苗。那时候是说12岁以上的，
那么我看那个动作，我就开始提前就投诉了。那个他妈妈要逼着孩子去打疫苗，人家政府还没有明确像这个明目张胆的时候，就这样逼着他。所以这样的话，我最终就下定决心了，我说要走了。当然，如果我再持续留在国内呢，但我也不敢保证我可能下一步我可能随时又就要进去了。因为你得罪了全国的人，全国的那个党政系统。那个时候我已经出来之前，已经投诉了300多起，就是国家信访局上。那你是每天可以投1起了，基本上。这个我会跟你说，你说对了。我当时叫什么？每天扔一粒沙子。我是这样的，每天把这个投诉完了，我就截图就放在那个微信上收藏，就是分享给大家。所以那时候很多人找我，我以这种方法又得到解决，我的解决率还挺高的。其中最经典的就是一个那个南京的，一个是叫浦口街道吧的一个城管，打人的，投诉了之后呢，他给我答复赔了7万块钱给那个小贩，城管被行政拘留一个15天，一个7天。那城管的工作肯定就没了，他走掉了，保不住了嘛，对吧？而且当地的那个还打电话给我，当然我这个投诉也有跟我很用心有关。就是我投诉前面讲事实，第二讲法律，最后讲政治。我说你这个收费境外势力递刀子送弹药，你这种行为，因为我们就用他的话来治他的，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用什么政治口号，我就顺应你的政治口号来反对你。就是因为我当时号召的那个蛋壳的所有人用这种方式去维权，维权之后他那个服务器崩溃了，因为我弄版本给他们，怎么叫他们投诉啊？本来是没有限制的，后来这一天只能投诉1次，所以我后来我每加一个标签，就是每天扔1粒沙子，就是这么来的。每天做1个投诉，就在国家信访家做1个投诉，我的投诉遍布全国，我的收藏在家里这么厚的。所有的答复、处理意见书、答复意见书、受理通知书，各级部门的都有，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全面覆盖。每天扔1粒沙子也是来源于一个柏林孤影的一部电影，看到他其中就讲到一个那个人，他就是原来也是脑残，只是纳粹德国的，因为他儿子死了之后他得到反思，醒悟过来了之后就去到处去弄纸条，就是揭露真相的那种小纸条，就到处整个德国所有的跑遍了。他老婆就跟他说，问他一句，他说你这样天天这样干这个事又很危险，有用吗？就像我们经常讲，你天天在网上喊有用吗？就一样的道理。实际上这就是人性。他说出一句话，这个国家就像一个机器一样。他说我可能不能让这个机器停止，但是我每天坚持扔1粒沙子，有一天他的机器会磨损就会停止。我就弄一个标签，每天扔1粒沙子。你说是不是每天一个投诉1次，就匹配这个缘故告诉你了，这个来的就是做每任何一个东西，我都有一个背后有个典故，非常有意思啊。我投诉后面会用到一个政治术语啊。你看我投诉的一个校园霸凌呢，我会在这个一套视频当中去看这个背景，这个用拖慢镜头去看这背景，这是哪个地方的？通过口音。因为口音有些不一样，像河南河北有些交界的是同一个口音，比如背景有个学校，那我要去网上去搜索了，搜索这个学校在哪里，你能够找到他是知道他比如是哪个市的哪个县的，那我就直接投诉哪个市的市政府。如果他是学生校园霸凌的，我就投诉教育局。我不是像很多人一样我陈述我怎么样，我跟人家不一样的就能力我投诉这个人我就投诉教育局，投诉了他就要去调查，对吧？就要答复，要受理不受理，对吧？你不受理我又继续投诉嘛，所以搞得他们疲惫不堪，就是这样的。我说整个就用这种方法吃人战术。你其实前期也会做一些很多调研了，已经就看了。对，你就是看这些素材嘛，对吧？看这个视频，这个素材里头证据具体，比如说我曾经做了一个案子，那个是后来最终查实是在河北邯郸。邯郸是离那个河南是很近的，我就把那个图片截图下来，把口音我就发上面就写一个，我说请大家帮我听一下这是哪里的口音。有些人就说是河南的口音，又说是好，最终大部分的人说是河南口音，好，我就投诉河南公安厅。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一个孩子，难道你能保证下一个不是你的孩子吗？被霸凌吗？我引导他们做破案，
我说用于监控老百姓强大的人脸识别，用在打击校园霸凌身上啊！真的他给我回复，河南公安厅也给我回复，所以我讲了除了事实、法律，还有讲了政治，还有讲人性。我的投诉精简，标题非常到位，就是非常直接。这样的他给我回复，真的用人脸去识别。后来找顿，他说是当地一个邯郸的一个学校的学生，后来他就河南公安厅把这个转到河边，那边又给我答复了。我做了很多这样的，后来很多人求助你，人家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会发那个校园霸凌那个视频。中国的校园霸凌事情真的是太严重了，太严重了，忙不过来。后来人家就看我，哎，你这种方法挺好。我说维权是生活化、程序化、娱乐化、三化。我们维权不像人家哭戚戚的，就卖惨呐，我又被打了，又被打了。他有点久而久之，他有点收敛那种心态。我呢是很开心啊，今天投诉了，人家解决了，我就晚上喝点小杯，自己给自己犒劳一下，高兴一下啊，或者在那娱乐化嘛，生活化，把投诉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维权啊，生活的一部分。根据你的程序，根据投诉的流程的程序，一步一步来走，这叫程序化。不然你没有强大的那个信念，或者没有强大的娱乐化，或者其他的精神支柱力，他就会有精神抑郁的。他在国内那种环境抗争可以，但是一到海外了，他因为没有那个自己的那精神支柱了，到这里就融不进去的。很多人精神分裂、神经病一样的很多，很多。你看我到这里，我还被精神折磨的人哦，在监狱里，我出来不存在这个东西。这就是你要做心理建设，除了自己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还要懂得跟家里人做心理建设。然后为什么很多海外的人担心这个跨国镇压？哎呦，我家里有警察来了，就吓成那个样。其实这些都是欠做那个心理干预。对，你要做家人的心理建设，对吧？你要跟家里人去如何去探讨，他们去跟人家怎么去抗争。你提前告诉，就在打预防针。你在这种环境你是不可避免病毒会来入侵的，但是你提前把病毒打进去了，他当来这个病毒的时候，他就会自我排斥，但是最起码减轻他的痛感，就是我可以破除你的迫害妄想症。这海外的群体确实也都是这样，很多很怕，有些人真的是出来也很怕。这个他们害怕恐惧有几个原因啊，就是我总结的，第一就是他的心理素质不够强，第二他抗争的经验少，应该全民都为这个海外什么跨国镇压110疯狂的时候，恐惧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我到处你看我去哪里活动，我天天都晒在网上去。你恐惧恰恰是敌人就想让你达到的目的，因为你恐惧了，你就会失去判断力，对，你的认知会下降，是，你会自我审查，你会自我猜忌，你不就一场原子化了。我前几年还在民主党那个朱渔夫那里我还分享过，我说我海外的人啊，不要再继续卖惨了，我们绝不能去散布这个恐惧。你散布恐惧的话，这个恐惧会发酵的，特别是那些大 V。哟，我今天发收一条信息，有人威胁我又发在推特，你发在推特上，当然你公布是对的，但是往往你公布这个东西，你会产生一种恶性的循环，就恐惧就蔓延。那我们海外真的有这么恐惧吗？对不对？对。你觉得如果有面临什么威胁，那你直接报警就行了。这些根本上就是不符合常理的。比如说啊，我是公安了，我要过来杀你，像王靖宇这么简单的一个，很多人乐于受惠。这缺乏常识跟逻辑的。但是很多人就喜欢啊，觉得只要共产党抹黑共产党，说共产党不好的，你看他就连恶极管。当任何一个人质疑这个不是共产党的时候，你马上你就被人家打成特务了。我不管是不是共产党，我追求真相，我追求正义的同时，我要追求真相。我不能因为这不是共产党干的，你也硬要套上去，因为不符合常理的嘛。对，我还好有一点，我不会被人试死。如果稍微有一些年轻的抗争者或没有经验的那些抗争者，或者不是我做我像这么坚定的一个人权捍卫者，坚定的一个追求这个民主那个人士的话，你很扛不住的，会很容易被试死的。假如有人说李生亮是投共的，傻子都不相信他，对吧？所以他试不死我，这一点重要，就是我就坚持说这话。
坚持说真话，我不会被你们大家所有的整个舆情所裹挟。你始终保持一个独立性，保持冷静的思考。我说我不适合做政治，我说我永远要做一个批评者。我经常讲，我说你们去做金鱼，我做清道夫，专门吃你们拉的屎。我说人人想做金鱼，那谁来做清道夫？那我来啊！你们不愿意干了，我来干嘛？所以我说我的重要性就这样讲，永远保持批评。你不管将来中国民主的，就需要大量的这个民间机构 NGO 啊，这些批评者。